知道我们以后能怎么处下去。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吴先生，47岁，来自黑龙江销售，有请吴先生，有请。女嘉宾孙女士，44岁，来自黑龙江，服务员，来，有请孙女士，有请。欢迎两位哈。这个你们俩是什么关系？男女朋友呗。谈恋爱谈了多久了？有大半年了。以前都结过婚？嗯，都有过婚姻。都有过婚姻。那你有孩子吗？有。男孩女孩？男孩。多大了？21了。就独立了是吧？嗯，对，已经独立了。您呢？我是女孩。女孩多大了？24。啊，也独立了，刚工作，反正不需要您再照顾了，是这意思吧？对。离婚几年？2年多吧。您呢？我7年。所以现在等于各方面条件都成熟了，你们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情感问题了，是吧？对，是的。这才谈了大半年，跑我们这儿来干嘛呀？这大半年中，我觉得我们两个存在的问题很多，我现在有点彷徨，也很迷惑，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还要跟他继续下去。来问计来了是吧？我们在一起这半年多，接触的时间不是那么很多的，因为我们两个住的比较远嘛。平时都是我休息的时候去找他，两个人既然在一起，出去溜达溜达，玩一玩也很正常嘛，多接触接触，各方面都了解了解。但是每次我提出说出去溜达溜达玩啊，吃个饭呐，逛个街什么的，他都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推三阻四，就是抠，就是不想花钱，就是看我花钱，他总是说怕我乱花钱。不是您是怎么得出的结论他是抠的呢？就因为他不愿意出去嘛。说吃个饭他也嫌浪费，我也没说点多贵的东西啊，吃个路边摊他也嫌不实惠，也嫌花钱多。是吗？多少的有点儿。我们这个岁数了以后，都是工作压力大。挣的工资本来就不多啊，然后总张罗累，他总说啊回家挺累的，不出去了。那回家累，咱出去吃饭不很正常吗？不让你做呀，出去吃点啊，也花不了多少钱。花那些钱，吃那东西还不卫生，还不实惠。然后我出去逛街，上商场。不问逛街，我问问啊，那在家里吃谁做呀？大家一起做呗，还能在一起。在家里吃谁买菜呀？我买。那说明人家还不抠，人家还买菜了。那他买菜他再不买，那成啥了？那是啊，上街买衣服怎么了啊？上街买衣服，然后他也说你有多少件衣服了，总有穿的就行了呗，买那么多干啥呀？现在你说哪个女人衣柜里面能衣服少啊？哪个女人衣柜里面不多几件衣服啊？现在也不是你小的时候过穷苦日子，现在国家都富强了，人们生活都富有了，你还过以前的日子呢？不，那您可以拉着他逛街，您自己花钱买嘛。对呀，我也没让他花钱呢，我没说让他花钱呢。就是您自己买他都不干。对呀，我自己买呀。那您是为什么呢？那不为了以后嘛？现在你挣的本来就少，为了以后岁数大了，你不得给孩子们减轻点负担吗？好，关于抠的问题，咱们先放在这儿啊。您可能认为叫会过，对吧？您是认为有点抠，是吧？抠就是抠。好，我问问，您对这位女士满意吗？她是出去一到开支或者有钱了就出去喝酒去。喝酒啊？我是跟我朋友小聚。他说我胡吃海塞，我就喝多过一次，然后我就想让他过来照顾我，当着我朋友的面嘛，我想炫耀一下，我现在有男朋友的人，我现在是有幸福的人。结果他来了可好，你是来照顾我来了吗？你是还是来给我添堵，给我拆台来了？怎么？我那么多朋友，你当时你怎么说的我？说他几句。您说的什么？我说人喝酒也不能那喝，喝的多难受，吐的满地满床都是。你当时是这么说的吗？你说一个好女人怎么能喝这么多酒呢？那好女人就不喝酒了？谁规定好女人不能喝酒啊？那我那些朋友都是女人，那都喝酒都是坏女人呗？哪个商界女强人不喝酒啊？别，吐没吐？吐没吐？喝多了吐一点。所以您说了，说完之后呢？说完他就发脾气，跟我撵出去了。那你都说那些话，你说我能不撵你吗？再说我都多了，你还跟我一般见识？你那是你耍威风的好时候哈，展示男子汉的好机会，是不是啊？摔门就走。是他自己跑的是吧？不是你把他说走的是吧？也是他，可能也是我说了，完也是他。行。生气走了。抠门不懂得体贴人是吧？人家喝点酒让你照顾，结果你去了还训人家。
我必须得说，让他记住点以后少喝点酒。他一天吧是工作是很重要，那你不能说天天工作什么都没有吧？一天工作上班，然后回家又吃饭睡觉，第二天起来一睁开眼睛还是这些，天天重复这些，生活就像一潭死水一样波澜不惊，一点意思都没有，一点滋味都没有。你这样会把我闷死的，你知道吗？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浪漫的人。我喜欢生活中有人经常给我一点幸福感，创造一些小浪漫呐，制造一些小惊喜什么的。你会吗？你都没有，这些你都没有，你都不会。浪漫的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的事儿，我们都岁数到这个大，就是求稳。为了生活，你就得努力工作。求稳。你总说你年龄大，你今年你有50吗，大哥？我问你有50吗？我才40多。现在60、70岁老头老太太人都寻找夕阳红，你这个年龄你就说自己老了。等你到60岁、70岁，牙齿掉光，走不动道了，你还浪漫？能浪漫得起来吗？不是，你说他这个不浪漫是指什么呀？我就是他不会浪漫也行，不知道浪漫也可以，我都不计较。过情人节这个节日很普通吧，很正常吧？这是不是很正常啊？哪个情侣不过情人节呀？他可倒好，我说去看场电影吧，他看电影说电影院音响没有他家音响好，你家音响就那么好，你家音响那么好，你怎么不去开个电影院呢？但开电影院我们都上你家看电影去吧，让电影院都黄了。那去电影院没去啊？没去，没看。看了我还说啥了？没去他们家看，在他家看的。那你不还是看了吗？那我想上电影院看呐。那哪个情侣不上电影院看电影啊？怎么回事啊？你们家什么音响给我们推荐推荐？我们电影院里也不实惠，那个去到了也不随便。咱家电脑什么大片不能下下来看呗？你用电脑看啊？这回听明白了吧？电脑上搜电影。不是，人家是说的电影院不随便，回家可以随便一些，是吧？对。重点是在这儿，你不理解你。那平时总在家里总随便，那再说上电影院有什么？你还能上电影院，还能躺着，还能睡觉啊？这话题就过了吧。关于电影院和家里面哪个看电影更随便的问题，咱过了啊，咱过了。行，就是说又抠门又不浪漫，行。就是其他的呢？不会浪漫，不懂生活不懂生活啊。其他的这人怎么样啊？对，他还怀疑我，对他还怀疑我。还吃你醋啊？对，他总认为我跟我前夫藕断丝连。他不相互不浪漫吗？他前夫浪漫，他老偷着给他前夫打电话。不，你这话说的伤人啊！我什么时候给他打过电话呢？是他给我打电话。他找孩子，你也是当父亲的人，你这种心情你不理解吗？他有的时候我前夫给孩子打电话找不着孩子，然后给我打电话，这不也很正常的事吗？这不合情合理之内吗？那合情合理的事不能背着人呢，明摆的给这事说明白不就完事了吗？我俩之间要有什么？你认为你还能有你的存在吗？我就接电话，正好赶上那回他在我家，然后我前夫正好打电话问孩子嘛，他做饭，然后那个排烟罩声大了一点，我就出去接了。这个你都怀疑我？你说你对我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你为什么要跟我在一起啊？你跟你先生为什么离的婚啊？哎呀，也是好多问题，这些事情我不想说了。也是抠门，也是不浪漫还是什么？不是，我前夫是太浪漫了。你前夫太浪漫了。对，太浪漫了也是不好，所以人生好难啊！太浪漫的要离，不浪漫的要窒息，你这个日子可怎么过呀？对呀，你不懂生活，不会浪漫，没有浪漫细胞也就算了，你说你对我关心过吗？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里？我受委屈，我需要你来安慰我的时候你在哪儿？不是你受了什么委屈啊？就是他单位你的那个领导他办点工作时出点错误单位领导给他说了。是那个领导比他年轻，说他就受不了了打电话让我去，让你去干啥？去安慰他去。那你都答应好了来，我等了你2个小时，你在哪儿了？你去哪儿了？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你还说来安慰我。其实你来正好赶上我有个客户跟他谈一笔业务他说他打电话我也没听着，就是没接，得了他就给我拉黑了就你们现在也玩微信哈，也玩拉黑这一套哈。那个电话他也给我那什么了。你要好好对待我的话，我能把你拉黑吗？他还说领我上他家去看他妈，你这种状况我怎么跟你上你家看你妈去啊？那说好的事儿，就说去乡下
乡下看我妈去，得了，正赶上他就说领不丁就打电话就说不去了，答应好了就不去了。您还想娶她是吧？是吗？对，就打您心，您是想跟她结婚了。你有这个诚意跟我结婚吗？不，那我让你给我买个房子，我不说让你给我买房子，让买一套咱俩的房子，你都不买，你都不答应，你就说没有钱。我有房子，我寻将就一段时间，就是离他工作单位太远了啊，东北嘛，冷，冬天冷，上班遭罪。我寻这不孩子刚毕业，手里也没钱，就是慢慢努力一点，多赚点钱，就能交首付啥的。他就不行，非得着急。那我都多大了？你总说想有个稳定的家，我都40多岁了，我也想有一个稳定的家，想有一个稳定的生活。我说买房子首付，我没说让你一个人负担吧，我说我拿一半，这你都不干，你说你有诚意吗？那个，您是打算嫁给他了？都要拿积蓄买房子了？开始有这个想法，现在没有了，现在不想了。不是，那其实不想的话，您在私底下不就解决，给这老头踹了不就完了？来我们这儿干嘛呀？那您这么告诉我吧，就是这男人他身上有什么好的地方，让您还挺喜欢的啊？老实是吧？要说有好地方也是有的啊，那是啥呢？啊，他比较本分。本分啊，还有呢？还有他确实是非常孝顺。啊，孝顺还有吗？对他母亲是非常非常的好。还有呢？还有他不会撒谎，有什么说什么。哎呀，有什么说什么。不会哄人，对。其实男人你知道，太会哄人了也不好啊。但是太木讷了也不好啊。我就希望这个两者能综合一下。就是把他的性格放到你前夫身上，把你前夫浪漫的气质在他这儿带一点，就完美了，对吧？但是这样完美好像很难哦。哎呀，你也知道啊，你看什么都明白，那你到我们这儿来干嘛来了？心里还有他，又下不了决心，是这意思吗？是还是不是？啊，人家其实心里话是这样的，人还不错，但是怎么有那么多臭毛病呢？想改一改是吧？我看他能改吗？能改得了吗？来吧，你们跟这位女士好好的聊聊吧，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哎呀，我就喜欢你这个性啊！怎么了？我们40多岁怎么了？怎么就不能要求浪漫？我们怎么就不能像少女一般有那样的情怀呢？当然可以有啊！对呀，你们都笑什么？真的，我觉得已经经历过一次婚姻了，在这个时候，大家都觉得，哎呀，你还不现实一点，你找一个老实巴交的人就挺好的，好好过日子。但是女性对爱从心底里都是有向往的。他都是有浪漫情怀的，只不过有的人可能这个程度深浅而已。这位女士表达的比较淋漓尽致，因为她曾经经历过，她知道浪漫是怎么回事。到这儿夸从顶点降到冰点，她有点不太适应。但是就像赵川问的，你为什么还到这儿来呢？是因为你仍然对他割舍不下，哪怕他有这么多坏毛病，但是他至少还有一些非常吸引你的地方，比如说你无论怎么折磨他，怎么作，他还都在那儿充满宠爱的看着你，是吧？你真懂他啊！来，曲总，听他们2位的这沟通啊，特别典型代表了再婚人士的一种心理，2种心理。男方这个典型的是1婚啊，那是谈感情；再婚呢，那是过日子。所有的你都算计，也可能内心深处你对感情这事儿已经觉得受挫了，所以呢，你就想赶紧我们就走入过日子的这个节奏。电影不要去看，家里也能看，还便宜，是吧？别去外头吃，就在家里做挺好的。你想尽快的进入过日子这个阶段。而女生呢，不是女生，而女士呢，代表的是就是女生，说错就是女生啊，对对对，人家这个而这位女生明显代表着再婚的另外一种心理，1婚是错误，再婚是要修正过。以前可能我婚姻失败是因为老公太过于浪漫，所以我一定要找一个本分老实的，但是呢，我的内心是追求浪漫的，但这2种呢就出现了碰撞了，是矛盾的。这边预期太高，这边又太实际，所以你们就拧巴了。所以这2位呢各自调整一下。大哥，我问您，
如果不谈感情，你怎么能今后能面对更多的矛盾呢？你们凭什么要走在一起过日子呢？而你们在一起，感情尤为重要。重要在哪儿呢？你们其实面临的初婚的人不能面对的问题，比如说自己各自都有孩子，对不对？自己之前各自还有财产，还各自有前任，可能会出现干扰，以及潜意识里你们都一定会把现在这位跟原配进行比较，这种困难是非常多的。为什么有句话说半路夫妻难长久，只因各自留一手？所以如果你们都抱着私心来谈这场恋爱，这个想过日子，这个想谈恋爱，那你们绝对走不到一起的，明白吗？把彼此的私心都去掉，将心比心，降低预期，好不好？这样的共同面对你们未来面临的一些问题，这样才能真真正正的成为一家人。就这样。好，谢谢曲总。来，莎娜老师。我更多的是担忧你们两个人完全的这种对于生活的态度不同，一个是要踏实过日子型的，一个是要对生活有追求品质型的。你们未来如果真的往下走的话，这日子能不能过得下去，这是你们两个人一定要考虑的问题。因为再一次走入婚姻，就要明白清楚这段婚姻我值不值得再进去，因为我已经经历过一次错误了。大姐，我给您一个建议是什么？他的一些缺点很明显，你也非常清楚自己要什么，但是你也明白这些东西你不可能唾手可得，那就做一个衡量，他的这些缺点和你想要那些东西哪个更重要？过日子啊，因为我们结婚过日子就是跟一个人的缺点在过日子，这些缺点我能不能忍受得了？如果能的话，我们就不要要求那么高，因为想想看自己身上有没有同样类似的毛病，对不对？如果有的话，我也改不了了，我都40多岁了，你让我改我也改不了。那你也同样啊，你这个年纪了，你要改这些缺点也改不了。那我们就在发现彼此缺点的同时，看到这些缺点上的美好，好吗？好吧，祝你们能想得明白，过得幸福，谢谢。好，谢谢莎娜老师。来，涂老师。浪漫的不老实，老实的不浪漫。哎，大姐，我就想问一点，在家里看电影怎么就不浪漫了？一起动手洗菜、摘菜、做饭，怎么就不浪漫了？那出去吃饭就不浪漫了吗？我觉得那种浪漫是形式。我不是说出去一定不是浪漫，我觉得你要的浪漫全都是形式。事实上，每一段婚姻都有各自双方的问题。你知道为什么你找的男人要么就浪漫的不靠谱，要么就靠谱的太抠门吗？为什么您脑海当中会要想把两者合二为一的想法吗？是因为其实您活这么大年纪，您不会把握分寸。我指的不一定是浪漫的分寸，还有包括女人撒娇和作的这种分寸。像您这个年纪的女生可以撒娇，但是也要有分寸，包括在自己的爱人面前可以这样。事实上，从整体性格来看，你是挺可爱的一个人，我挺喜欢你的直言快语。谢谢。但是你很有可能因为没有分寸感而把握不住生活当中真正的幸福。偶尔出去吃一顿、看一个电影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想告诉大哥吧，我觉得这个适当的时候啊，1个月有那么1次出去看电影，1次出去吃个路边摊，你应该做的。即便你是觉得吃的都没滋味，但他吃的有滋味不就可以了吗？其实如果你对他是有感情的，那你就接受他这点抠门，而且他这点抠门也不是为自己而抠的，是为了彼此而抠的，好不好？眼睛别翻了，再翻眼珠子都掉下来了，好不好？祝你们幸福。谢谢。现在有很多人的生活都活在照片里和活在朋友圈里。照片不是影片的片，是骗子的骗。所以更多的人看到那些东西以后，就认为是所谓真实的。你要一个什么样的老公，你后半生要一个什么样的日子，你就按那个去找。这位大哥是还是不是，你自己比我们都清楚。到了这个岁数了，
慢慢选吧，那么着急干嘛？才接触了大半年，就要定吗？就要结婚吗？了解对方了吗？了解他喜欢什么了吗？了解那些姐妹对他有多重要了吗？我看都不了解，所以来我们这儿，我觉得您来对了。说一说，别草率的做决定。行了，两位，你们自己说心里话的时候到了。这可浪漫，比在家里浪漫多了，对吧？灯光一打，哎呀，音乐一配，多浪漫呀！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会改变的，我不是一成不变的，时间会改变我，我也不是不想浪漫的人。因为我能怎么改变呢？那个房子，你给我点时间，我会努力的。其实咱俩的问题就是在房子，你知道吗？咱俩离得真太远了。如果要是能有一个属于咱俩方便的地方，给我一段时间吧。我再考虑考虑吧，你让我再给我点时间吧。请亮灯啊，请回吧，谢谢你们啊。来，请关门。人到中年，感情重新开始。今天上演了一场女文青的羞涩大讨伐，是吧？这边呢显得是木讷又可爱。结局是什么样的？咱们一会儿会看到啊。每个人对于这样的恋情，大概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这个认知和认识。啊，我还是那句话，谈恋爱就是为了让大家开开心心，不是制造各种困难和麻烦，让两个人都陷入困境之中。欢迎大家登录优酷网、腾讯视频、搜狐视频、爱奇艺、乐视视频、PPTV 趣力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对嘉宾朋友自己的选择是什么，请开门。就在一起，谁让我们相遇？以后的日子，我们一起相依。我会宠着你，我会纵容你，谁要欺负你，我就站出保护你。就在一起，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享受不起。啊，我弄明白了，大姐是干这事儿的，这儿最浪漫，就俩都商量好了，到这儿来有一仪式。行，我们帮你们办吧。来，见证属于这对中年恋人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